是露丝，我是魏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在剧中所饰演的角色呢？我演的是沈浩明，很有钱，是个霸道总裁。我在《恕我耀阳》里面饰演的角色是许妍，嫁给了一个很好的老公，然后发现一切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发展，这么美好，是个局，有点悬疑。我们分好多阶段，前半部分我们是有阴谋论的，看起来是女主的大阴谋，其实是男主的大圈套。在后半部分，我们其实就会有喜剧的这个 cut 在里面，再在后半部分，我们又会有一点家庭伦理，大家看的其实都会觉得挺爽的。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不是他们的关系？对，我觉得这也是有意义，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我们经历了离婚的这个 part， 但是男主会有一个逐渐看清自己内心，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的那一刻，女主也会有一个真正看清自己内心，我想要的是爱情，还是他能够给我的这一切。在他们两个过程之中去认清了，我觉得这个细节我就非常喜欢。我认为两个人互相喜欢、谈恋爱、爱对方，他一定要有一个过程去确认自己的真心是不是真的想要跟他在一起，不应该跟所有的利益啊有任何的掺杂。那个过程其实我很喜欢，我们俩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强烈的拉扯，就是我们会走进对方。我也想说了，就是我找到我们的默契点，是我们这对情侣通过同时间对付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有点像 Mr. and Mrs. Smith 是有的那一种感觉。他们剧中其实有点斗智斗勇的感觉嘛？那你们觉得他们交锋最精彩的是什么？我觉得我这个角色就是以为霸道总裁能控制一切，有控制欲，但发觉控制不住这个女人。他以为这个女人很需要他，但结果不是。开始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发觉许妍是我要学习他这个人生态度，他其实慢慢在改变了我。有一段的过程是我们俩已经要准备离婚了，在集团来讲，离婚是很大的一个负面舆论，所以我们要完成一个协作。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已经撕裂的很厉害了，那会儿已经撕的，对，所以我们在人前扮演恩爱夫妻，但是实际在搞对方，疯狂的搞死对方。真的爱我吗？当然。人生不过就几个重要的节点，你要是把握住了，之后的一切都会顺风顺水。我要么一无所有，要么拥有一切。角色和自己有没有什么像的地方吗？我觉得我是个挺狠的人，可能跟角色还挺像的，但是我觉得角色有一点我可能不太像吧，就是他太坚持了，我还不是那么容易坚持吧。他为了想要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目的，可能会抛弃一些情感，要伪装自己的身份，跟很多人划清界限。其实这种情感的东西是很难以割舍的嘛。如果是我自己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应该早就坦白了。我有感觉这个角色和你冥冥中好像能感到有一种共鸣的感觉，你其实这几年来也是一路越来越强大，然后内心也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感觉好像也不是说人在变化，因为有更多的人支持我跟喜欢我，让我更有底气去做我真正的自己，越来越能看到最真实的我吧。在小的时候你不断的要去学会迎合人，但这个剧里也是这样的，在前期的这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知道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你不断的要迎合所有人。家里供不起2个大学生，所以只能决定让你姐去考大学。爸爸，我呢？为什么你们要一次告诉我的爸爸妈妈不爱我？我一次又一次骗自己，只要我努力学习、努力懂事、努力听话，你们就会喜欢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吗？你要迎合他们，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可能那个本来就是你该得的，但你还是要通过迎合去委曲求全，你才可以拿到你应该有的。但可是许妍的话，她就是再努力，她也知道自己得不到。我不努力吗？我很努力，可是有用吗？所以我才不想要成为曾经那个可以被人随便抛弃、随便看不起的人。所以只是觉得说，慢慢的，嫁给了一个很有底气的老公，然后感觉自己有底气了之后，才开始真正的做自己，有勇气跟方磊说出那一句“离我老公远一点”。我认为所有坚强的女生，她的前提就是有底气，无论是被家人去爱也好，还是被粉丝去爱也好，她都是有底气才能够去做自己。所以在她前期的时候就是畏畏缩缩的，因为她那会儿没有爱，她唯一的底气就是沈浩明，她以为我全世界我都可以不要，但是沈浩明他对我的爱我一定要，因为我从小都没有被爱过。但后来发现其实都是他的一个圈套，也发现他其实不爱我的那一刻，他的世界崩塌了。为什么要骗我呢？我们各司其职，互利互惠，这样不是挺好的？
他那种腹黑是铺排了很久。哦，这个是有点跟以往有点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腹黑，你要报仇，或者是你要翻盘那个东西，你会立马有一个想法，然后下一集就立马做了。但是这个戏里面是可能要铺垫了4集5集之后，你才知道他腹黑了什么。他那种是盘算了很久的。沈浩敏是这样的一个人，就观众其实可以往前翻，他会铺很多细节。往前翻，我们两个的一些内容、细节、笑容、眼神特别好。我在那一刻，我其实在看剧本的时候，我感觉如果没有姥姥这个人物，他应该会活不下去了。他对这个生活没有任何的期待，因为他现在得到的一切全都是沈浩敏给他的。他唯一以为那一点点真的是感情，但是发现那个感情也是假的那一刻，他就很崩溃。但刚好那一刻，姥姥又生病了。他知道这个时候我又要担起这个责任了，我想要重新去有一个开始我的新的生活，他才走到了后面。我觉得其实也挺感谢沈浩敏嘛，没有那一段经历，许愿这辈子他可能就是做一个家庭主妇。这个露丝在剧中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造型嘛，你自己最喜欢哪一套呢？我每一套都很喜欢，因为每一套都是我精心搭配。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有好多人说啊，专业的事情拿给专业的人做就好了。我当然知道有很多很好的造型师、化妆师，但是我想要说通过演员自己的感受，这一场戏他应该穿什么。他这一场戏如果他不该美的时候他就不能美，该耀眼的时候就该耀眼。而且我是第一次去尝试新中式吧，还有一个就是讲传承、讲非遗，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去给很多现在小朋友去推荐，让他们知道这种非遗文化、这种彝族的手工制品，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就到处去搜罗一些小的饰品啊，包括去买布去做衣服。我们戏我穿了好几件衣服，其实都是手工做过来的，所以在网上应该是没有同款。好像你自己也特意为服装做了很多准备，是吗？从开机前吧，我自己有一个造型师，他会帮我去拿到我要的衣服，再去想一想前后期的一个改变啊之类的。龙舌兰一生只开一次花的，他用尽自己一生所有积累的营养，经历艰苦，只是等待这一刻的绽放。这个绝对是他生命的绝唱。在合作之前，你们有认识吗？认识啊，我们那个综艺是全是跟小朋友一块儿，大家都是在一个很放松的。当时导演跟我说伟霆哥的时候，我当时就整个就很开心。我说啊，那也太好了吧！我虽然说不是跟伟霆哥很熟，但是我有跟他相处过，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所以我会很愿意跟这样演员合作。到了之后，因为我一直叫伟霆哥叫哥哥，但是戏里有很多时候要叫老公，这个就是所谓前一个星期让我觉得难以入戏的情况，因为提前认识，然后又觉得你是前辈，又是哥哥。后来我们在演着演着发现，就是少年，因为是他的性格吧，很好相处，人也很好，慢慢的就拍得挺愉快的。童话里面也是第一次见到真人嘛，我最深刻的是他说了一番他的过去，当时我会觉得哇，这个人也太真了吧，真诚，他说的话也会触动到我，我感觉跟我的以前的经历有一点点像。当我知道这个戏跟露丝拍的时候，我也是其实跟你一样的，就不用想了吧，肯定很想跟他合作。对于我来说，同一类人很重要，他对于他自己每一场戏的要求，他会觉得如果这场戏不够 make sense， 他会跟导演讨论，只要你说服他，他是很 OK 的，他有弹性的。但是你过不了他那一关，他自己过不了就过不了了。然后我会看到他拍这个戏的时候也要忙其他的活动啊，突然间我看到在热搜看到你跳舞唱歌，我就说哇，你没有这种心理的素质，必须得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他，因为我就问他这么累你吃得上吗？他说没办法，答应了人家的事情，我得把这个事情做好。这个就是为什么你有今天，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是在拍这个戏的过程当中，发觉他跟这个角色有点像。沈浩敏也是想去了解这个女生，在戏里面大家看这个戏以为这个女生主动靠近我 ，no， 只是我让他以为他主动靠近我，只是我背后已经设了一个局，我已经知道他的底细是什么样的，我想了解他，或者是我想利用他。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觉跟真人一样，我也是一直找露丝的一些你觉得露丝像我自己，那我要留意你多一点，观察的原来真的都是同一类人。你最喜欢角色身上什么特点呢？说实话，我挺怕拍霸道总裁的，真怕，因为一听到这4个字就感觉没有好事发生，没有好事发生，很危险拍这种角色。然后当时候我看剧本就是头几集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传统的霸道总裁太蠢了，这个男生怎么会可能被骂死了，我自己就一直在骂他。但是当第5集、第6集开始，我懂了，我 get 到了，就我觉得这个
绝对不是一般的霸道总裁或者是一个偶像剧爱情。到后面更有惊喜的是，剧本没有写的喜剧效果，是因为陈畅导演还有露丝，他们之前合作过吗？对嘛，然后他的喜剧元素大家就已经不用再猜了嘛，自带喜剧的。但是应该很期待伟霆哥的喜剧色彩吧？所以这里面给伟霆哥加入了什么？我被他们带偏了，带的喜剧的部分太好玩了。这个戏应该会承包他这一辈子中所有的表情包。就是我是觉得他演的霸总跟大家想的霸总会不太一样，他会更有可爱的那一面，就是会感觉人物会更加的丰富。我要看这是你演的好，这首可爱，我才能可爱吗？你演得好就是之前我跟他说过，如果这个戏能拍1年是多爽的一个戏，就是我觉得可以无限延第2季、第3季续上。不是，它可以变成80集的一个戏。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我跟他很像，性格有点像，因为我们星座也是一样。所以有时候我发觉，除了头1个星期，第2个星期开始已经开始 get 到大家想要什么了，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沟通，那种默契在现场。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景是我们新婚的别墅，我们的分手、吵架、恩爱、亲密都在这里发生。一些戏我觉得那种默契很好，就是不用前期要沟通很久的那种。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到，就是差不多1周的时间，2人就特别有默契了。有了。我们觉得挺有默契，但是要不叫导演观众？这就是你说的默契。就是你们说的默契，默契在你一些点，就是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觉得他们奇怪的人，我们会有一个眼神。然后我们也一直在判断男女主是什么星座，就是可能他的星座就会比较纠结一点，就肯定不会跟我本人太像。那用3个关键词形容下你们剧中角色的关系是怎样的？拉扯，你拉扯我拿捏。拿捏，再来一个。真好，你现在变成我翻译了。可是现在听不懂我说什么，只有你听得懂。出活动给我打电话，马上过来。他们不懂啊，露丝你帮我说说。好的，伟霆哥马上到。然后坐在旁边。所以平常就是露丝是你在剧组的翻译官是吗？感觉导演到现在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耶。都要靠露丝跟导演说。我们在戏里排的一些跳舞啊什么的，都是现场来的，因为哥哥很会跳舞嘛。而且那段时间他的那首歌爆红，来 Say you love me too，Say you love me too。那每天去现场，为什么不15分钟写的歌而已？为什么我不懂？有被受到啊？为什么？对，是为什么？每天这样问你是吗？他那就是很疑惑，我说这首歌为什么会红呢？但为什么呢？然后我说你快点用这首歌拍个抖音，我不会拍。可是为什么这首歌会红呢？不是我莫名其妙，因为那首歌很久以前了，很多年前的歌，突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某一个平台一直大家会翻唱了这首歌，说明它经典，怀旧吧，只能说怀旧。那也没有了，这个时候一定要说没有。对，学到了，告诉上，快点，老人家没有。OK， 所以你们平常的交流是不是就是能很快 get 到对方的这种点？也没有，我没有对他很严格，没有，他很会做人。因为我毒舌，我是毒舌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有没有毒舌？谁跟毒舌呢？我也没有毒舌过你啊。对啊，那为什么说我没好到哪里去啊？不是你毒舌别人也会很毒。有毒舌吗？有啊。有吗？有啊。其他演员？你看你平时说闹闹。闹闹是谁啊？你儿子。哦，谁呀？我为什么不找闹闹跟我们一起做访问？跟他去 KTV 唱过歌吗？你知道他坐到这儿，我们俩基本上要去划手机去了。跟你说，有一次杀青的时候，带着闹闹说，带我去唱歌吧，带我去唱歌。我说好，走，我们去唱歌，我们去唱歌了。一个人拿着话筒唱3个小时，困了回去睡觉。好，那我们继续。在合作之前，你们有认识吗？认识啊，我们录过一个综艺啊。对，在这次更深入的合作之后，觉得对对方的印象有发生变化吗？当时导演跟我说伟霆哥的时候，我当时就整个就很开心，因为我虽然说不是跟伟霆哥很熟，但是我有跟他相处过，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我一直叫伟霆哥叫哥哥，但是戏里有很多时候要叫老公。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觉得这个辈分让我变了，有点很奇怪。然后后来我们在演着演着发现，就是少年，因为是他的性格吧，性格又很好。对，感觉伟霆哥还有那种小孩子的一面那种感觉是吗？对，他怎么又突然来了一个这个还没发育完？
你们继续说。露丝要夸不下去了，已经。对，然后精神方面跟我一样也不太正常，然后慢慢就因为他的这个很好相处，人也很好，然后慢慢的就觉得拍的挺愉快的。谢谢。客气，早就备好了，放心。来准备你的通稿，准备你的通稿，准备你的通稿。说实话，我这1-2年比较少在平台上面冲浪，就是给自己的私人时间比较多了，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露丝给我的印象就是在童话里面，当时我感觉有一点像同一类人。然后其实当我知道这个戏跟露丝拍的时候，我也是其实跟你一样，就肯定很想跟她合作，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同一类人很重要，对她很有新鲜感，就是想知道这个女生平常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在拍的时候会发觉原来是同一类人。然后我看前几天还有个话题说猫狗变胖，赵露思成伟霆全责，你们有看到吗？啊？因为看到你们每天路透经常在投喂各种宠物，因为我跟伟霆哥都很喜欢小动物。有养猫吗？有啊 ，OK， 你们跟我一样有猫有狗。对，我们是都很喜欢小动物，所以我真的就是那个现在你们俩的路透天天在我的首页，然后每次看到都是蹲在地上，然后投喂那些狗狗啊什么的，很治愈吧？对。而且我们在路上碰到那些狗狗，其实都蛮可怜的，都是没有就是流浪狗狗、流浪猫猫的。许妍在剧中是从金牌女主播到自媒体事业嘛，然后其实这件事情日常艺人也有接触，那就是你日常经验有带到拍摄中吗？哦，这个觉得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平时就很喜欢看直播的一个人，然后突然这个剧本里写了这个直播的这个空间啊，对于演员来说是非常非常兴奋的。我是每天晚上看吃播才能睡着觉的一个人，然后我一看说，嘿，这不就是把我平时的那些储存的那些知识一下就用上了吗？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除了是去体验这个，还就是告诉大家这个行业的不容易。其实我们这个戏有好多讲不同行业的，一个直播行业、美妆行业，还有就是外卖行业，我们会有涉及到这么多种行业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小秘密。如果说让许妍给赵露思来规划一下你的账号的话，你觉得会规划些什么内容呢？我觉得许妍给赵露思规划应该也是现在这样子，因为我的账号都是我自己搞的嘛，对，然后也是很多很多年，有些时候我会真的会躺在床上一个一个往之前翻，就是我会觉得我在拍那些视频的那些时候还历历在目，就是还是会回忆起来自己想要去拍什么东西，创作什么东西，所以还是挺开心的。如果是许妍来做的话，我觉得她应该也会这么做。我说完了。你好，我是许妍，沈浩明的未婚妻。当许妍偶遇方磊。你好，我是方磊，我跟浩明哥家是世交。浩明哥家是世交，这是自家妹。自家妹妹是不是在装了？那就是家妹儿。家妹儿，那是家妹儿。差不多了。加这个，对，我先加这个，然后拌完之后倒进去，动作我一下。先加哪个？做的这么好，真的感觉很馋。我这嘴得馋成什么样？这个哎，这个是不是？哇，你手真好。对，夸他。他一回头看一下你，一笑。出血。多。他那边在送餐了，就是用排骨来砍刀。以后我们可以一起。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去逛街啊，或者来家里啊。反正你早晚都会。手感平常拿的应该是怎么拿？第一个问题，等一下，有很多问题。对，第一个问题，教我一个完整的一个挥杆。第三个问题是我打完这个，我是要手拿着还是应该怎么拿？对，一般的话就是留住扶的那个输入你的上球，上完过后往后退一下，然后就要引这个方向，完了过后就站在这个位，然后就吃龟，可以的。好球！再多吃龟啊！对，然后我的左手在前方还是后方？左手在后方。后方，这样吗？对，哎，对了，对。你把这个往后举，球放你的右脚，不要打到了。哦，这样，哎，对。对，哎，好球！球！再多次挥。
再来。谁能想到昨晚还剑拔弩张、感情濒临破裂的许岩和沈浩明两人，今天早上竟在同一张床上醒来，身体紧紧相依。那个，昨天晚上喝多了。没事。这一切的源头要追溯到那场热闹却又暗流涌动的聚会。聚会上，大家都在庆祝严一方挽回了声誉，沈浩明的目光却不自觉地总落在许岩身上。当看到许岩与蒋亮相谈甚欢，两人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亲密无间的模样，沈浩明心中的醋坛子早就被打翻了。他的眼神变得锐利而冰冷，双手不自觉地握紧，开始在餐桌上磨起了餐刀。军师于一鸣见状，深知情况不妙，无奈之下只能示意乔林去阻止许岩与蒋亮之间过于亲密的互动。沈浩明见状，心趁机端起酒杯，想要与许岩碰杯，试图缓解内心的紧张与醋意。然而许岩的朋友却突然拦住了他，还提及上次在家中关于商场的旧事。沈浩明虽心中不悦，但为了维持表面风度，只能先应付着，承诺上次答应他们免费逛商场依旧作数。可就在这时，蒋亮又与乔林聊得热火朝天，两人眉飞色舞，甚至还要互加联系方式。我们家乔林性格就这样，跟谁都能聊得来，没事啊，没事。好，那真。这个蒋亮确实不是个东西啊，控制不了的去他。这场景让同病相怜的沈浩明和于一鸣瞬间站在了同一战线。于一鸣赶忙上前拦住蒋亮，表明自己是乔林的男朋友，成功阻止了二人进一步的发展。沈浩明再次试图与许岩碰杯，可许岩又被朋友缠住，众人纷纷向他表示感谢。那杯象征着和解与亲密的酒始终未能如愿喝下。然而就在二人准备碰杯的关键时刻，蒋亮突然提出要玩飞镖游戏，还声称中标的人能获得现金奖励。这一提议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游戏上。蒋亮又提议第一镖让许岩先来，许岩考虑到沈浩明的心情，便邀请他一同参与。然而沈浩明看着情敌蒋亮，心中的怒火噌的一下冒了起来，他黑着脸冷冷地表示自己不想玩，可众人却一直劝说许岩赶紧开始游戏，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那我先走了。许岩似乎还在为之前沈浩明的某些行为而生气，他没有过多的回应。沈浩明见状，心中的委屈与愤怒交织，他猛地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随后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许岩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也将手中的酒一口喝干，最后回头看向沈浩明的眼神里分明藏着在乎。另一边，沈浩明和追出来的于一鸣在街边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喝起了闷酒。夜色渐深，街边的灯光昏黄而温暖，却照不亮他们心中的阴霾。于一鸣看着沈浩明失落的模样，忍不住说道：“许岩今晚没有他的陪伴，其实也很失望。”沈浩明苦笑着说自己已经用尽了所有办法，却还是没能挽回许岩的心。他赌气地说自己以后绝对不会打电话给许岩，要是打了就不姓沈。然而还没过2秒，酒精就冲昏了沈浩明的头脑。妍妍不会死我的，他是爱我的，对不对，妍妍？妍妍，浩明，我跟你讲，你沈字被摘了啊！我不要沈字，妍妍，接我电话。与此同时，许岩送走众人后，独自一人在餐厅里喝酒。他强颜欢笑，试图掩盖内心的失落，可那微微泛红的眼眶和偶尔闪过的落寞神情，还是出卖了他的真实情绪。他嘴上说着自己很开心，可心里却空落落的。许岩离开餐厅后，坐车回家，在车上，他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沈浩明在远处呼唤着他。当乔林准备送他回家时，许岩却突然说这不是他回家的路，随后让师傅掉头前往城东33号7栋。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许岩的脸上，他缓缓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和沈浩明睡在了一起，两人都脱光了衣服，显然度过了一个激情的夜晚。然而就在他们还沉浸在昨夜的余温中，以为没有人知道昨晚发生的事情时，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你呀，昨天断片了吧？哎，想不想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呀？赶紧穿好衣服，下楼看回放啊！你穿吧。没事，你先穿，我不看。清晨阳光透过窗帘洒在许岩的脸上，他缓缓睁开眼，却发现自己竟身处沈浩明的床上。周围熟悉又陌生的布置让他满心疑惑。原来昨晚于一鸣送醉酒的沈浩明回家后不久，乔林也扶着同样醉意朦胧的许岩来到了这里。两人脚步踉跄，眼神迷离，都固执地认为这里是自己的家。一进门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他们互相指责对方走错地方。这是我的酒吧，报什么警？这是我家，这是我的家，我家，我的家，我的。然而上一秒还在争吵得面红耳赤的二人，下一秒突然紧紧相拥，如同久别重逢的夫妻，亲密的难舍难分。你好美，老公，我觉得你超美。你终于回家了。
你刚才听到我一直在喊你的名字吗？我就知道是你在喊我。这时许岩不经意间发现家里原本挂着的婚纱照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艺术照。沈浩明见状，急忙走到许岩身边，转过身露出后背，得意地表示艺术照上的人就是自己。说着，他伸手拿走艺术照，那幅结婚照便完整地展现在二人面前。这一瞬间，二人之间的关系也隐隐有了恢复到从前的迹象。随后，他们的目光又被鱼缸中的观赏鱼吸引，两人兴奋地讨论起来，竟异口同声地表示想要把小鱼煎着吃了。可前一秒还在兴致勃勃计划吃鱼的二人，下一秒就突然吻在了一起，热情而炽烈。乔林和于一鸣看到这突如其来又火辣的一幕，无奈地对视一眼，只好将二人送到房间中去，这才有了今天早上这令人意外又惊喜的场景。乔林和于一鸣向二人讲述完昨晚的闹剧后，便以约会为由匆匆离开了，留下许岩和沈浩明二人独自在家。房间里弥漫着一种微妙而尴尬的气氛，为了打破这份沉默，许岩率先开口说自己要去上班，随后便开始四处寻找昨天落下的包。就在许岩准备离开时，沈浩明突然一个箭步上前，拦住了他的去路，顺势将他壁咚在墙上，眼神中满是深情与渴望，想要吻上去。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原来是沈浩明的妈妈来了。无奈之下，二人只能暂时停下，强装镇定，脸上却都带着一丝未消的红晕。等到外面没有动静，以为妈妈已经离开的二人，又一次想要继续拥吻。好想走了。走了。我还没走哦。可就在这时，妈妈突然又折返回来，手里还提着早餐，二人瞬间愣住，场面尴尬到了极点。沈浩明灵机一动，赶忙解释说他们在锻炼。妈妈看着二人这模样，心中已然明白沈浩明成功追回了许岩，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吃饭时，妈妈提起沈浩辰成功晋级马术比赛，想要邀请朋友来家中做客，希望许岩能够帮助策划。许岩欣然同意后，便说自己要去公司拿文件，准备先离开。妈妈也趁机让沈浩明赶紧送许岩。终于，许岩再次坐上了沈浩明的奔驰大 车内的气氛温馨而甜蜜，感情似乎也回到了以前的时候。许岩感慨地说起，目前严一方也终于回到了以前正常的时候，还表示自己接下来要做更多传统织染工艺的衣服。沈浩明也谈到了自己与巴莱金先生的合作如期正常进行，于是便想要和许岩一起邀请巴莱金夫妇一起吃饭。然而就在这时，许岩看着车里的仪表，发现已经没有油了。要加油了。我一定会加油的。你车该加油了。回到公司的许岩得知，自从拿了奖后，之前找麻烦的工厂也都保证继续合作。他深刻地意识到，只有自己变得强大了，外人才不会欺负自己。于是他便让众人继续保持状态，先回去休息几天。然而就在这时，门外突然来了一位陌生人。男人自我介绍说是古北镇经济服务中心负责人张丰玉，他这次不是来买衣服的，而是想要让严一方将古北镇的草木染推广出去。这正与许岩接下来的计划不谋而合，双方一拍即合，迅速达成了合作。随后，冠冠和瑶瑶热情地邀请许岩和乔林一同去吃饭。我今天有事儿，我走啦。为了进一步增进关系，也为了在事业上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他们一同邀请巴莱金夫妇共进晚餐。当许岩来到餐馆门口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喂，你好。这么着急敷衍啊，许小姐？我只想给你一个好心的提醒。电话那头是之前一直妄图让许岩承认和沈浩明感情破裂的史蒂夫，他缓缓道出了所谓真相。原来巴莱金对金达集团有着3个月的考察期限，沈浩明之前一直不遗余力地帮助许岩解决问题，在媒体面前力挺他，让公司股票涨停，甚至这次精心安排的饭局都是为了制造热点。这次他买通了营销号，准备拍照二人。说完这些，史蒂夫便匆匆挂断了电话，留下许岩一人站在餐馆门口。此刻的许岩意识到了沈浩明不愿放弃自己的原因或许并非单纯。走在路上的他果然看到了拍照的人，在餐馆门外，他还隐隐听到了关于3个月考察期的事情。这一刻，他的内心开始出现了动摇。曾经对沈浩明的信任如同摇摇欲坠的大厦，随时可能崩塌。但面对巴莱金夫妇，许岩还是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努力挤出一丝微笑，继续和他们开心地交谈起来。他拿出了精心准备的礼物，感谢二人对严一方的帮助。巴莱金夫妇也微笑着回应，还提起了外面关于许岩和沈浩明离婚的传言。他们看着二人如今亲密的模样，认为那些传言应该不是真的。我的确是要感谢我老公，他在背后默默地帮我做了很多事情，甚至有一些都是我不知道的。
然而当许岩和沈浩明送走巴莱金夫妇后，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起来。许岩放开了沈浩明的胳膊，眼神中带着一丝冷漠。他说自己已经帮忙演完了这场戏，二人各自的目的都已经达到了。沈浩明却急忙解释，承认之前的行为确实有在别人面前展示二人关系密切的意图，但今天他是真心想要展示二人之间真实的感情。这段时间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所产生的感情都是真实的。就在这时，许岩提起了拍照的事情，沈浩明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迅速发消息让陈琳前来。不一会儿，陈琳带着那个拍照的人出现了。沈浩明一脸严肃地说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人想要干什么，他不会请这么笨的人来拍照。此时二人都清楚，有人想要对付沈浩明的公司，而幕后黑手还隐藏在黑暗之中，不知何时会再次出手。这不是我应该操心的事情，而是你。人情我已经还了，祝你接下来的合作一切顺利。随后许岩便转身准备离开。许岩看着沈浩明，心中五味杂陈，他觉得自己一直都没有看清沈浩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以后你想帮我会大方接受的。你和我之间的关系就保持各取所需就好，做不了夫妻就当朋友。保重。当许久未露面的沈浩明以焕然一新的姿态出现在许岩面前时，往日那个大油头老前锋的形象已经不复存在。此刻的他发型清爽利落，整个人格外帅气。这一整天下来，又是邻居又是同学，你想干什么？而这一切的转变，还得从古北镇那段特别的度假时光说起。在公司里，沈浩明可谓焦头烂额。一方面，他和许岩之间闹了矛盾，关系陷入僵局；另一方面，公司里堆积如山的事务也让他分身乏术，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就在他深陷这些烦恼，心情低落至极点的时候，陈琳适时地提出了一个建议：去外面放松放松。陈琳说起古北镇正在举办民俗节，那里有扎染、草木染等传统工艺可以了解体验，说不定能让他的心情好起来。原本还愁眉不展的沈浩明听到这个消息后，瞬间眼睛一亮，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帮我处理一下公司的事，这几天我出差。另一边的许岩也从乔林那里得知了一个消息，张主任又一次发出了前往古北镇的邀请。许岩于是打算等手头这一批方案完成后，把业务交给乔林等人负责，自己则借着这个机会去古北镇放松一番，顺便了解一下草木染等传统工艺。然而当许岩满怀期待地来到古北镇时，沈浩明早已在这里安顿下来好些天了。他不仅当起了船夫，还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小电驴，在古镇里穿梭自如，仿佛已经完全融入了这里的生活。在主任的安排下，许岩开始了对古北镇文化和风景的探索之旅。为了让许岩之后能更深入地了解染布工艺，主任带着他一路游览，随后准备将他带到居住的地方。就在这时，许岩不经意间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背影，那人正是前来拿走自己定制的龙舌兰风筝的沈浩明。许岩一时间有些恍惚，不确定眼前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沈浩明。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主任已经带着他来到了住处，还贴心地给他配备了一台小电驴。第二天，有了小电驴的许岩也开始了他在古北镇的自由之旅。他穿梭在大街小巷之中，感受着古镇的独特韵味。最终他来到了草木染坊，在这里许岩和一群学生一起跟着染坊的老师认真学习各种有关草木染的知识。他不停地为那些色彩斑斓的布料拍照记录，为了以后研一方的业务做准备。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沈浩明竟然也出现在了这里。眼前这个清爽帅气的沈浩明和之前那个浑身散发老前锋气质的他简直判若两人。更让人惊讶的是，沈浩明对老师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他侃侃而谈，说起草木染的本质是将自然界中各种东西的颜色幻化在布料之上，还详细列举出了不同颜色的配方。看着突然出现在这里的沈浩明，许岩心里不禁泛起了嘀咕，怀疑自己是不是被盯上了。而接下来的事情更是让他始料未及。在染布环节，许岩和沈浩明竟然被分到了同一组，无奈之下两人只好选择一起合作，这让他们不得不又一次面对彼此。当许岩开心地染出了自己想要的紫色布料时，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然而当他转头看见沈浩明时，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脸严肃。布料染好后，许岩看着眼前那片美丽的紫色，心中满是成就感。这时他才发现沈浩明已经不见了身影。许岩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便回到住处。可当他准备走进房间，竟然意外地看见沈浩明出现在了这里。沈浩明，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说。这一整天下来，又是邻居又是同学，你想干什么？我是真的已经住在这里好几天了。此时的许岩心里充满了疑惑，他认定沈浩明是在跟着自己，而沈浩明则一脸无奈。他心里清楚，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他怎么也没想到，许岩会在这个时候来到古北镇。他原本只是想找个地方放松心情，了解一下传统工艺，没想到会在这里再次遇见许岩，还引发了这一系列的误会。我真不知道你已经来了古北镇好。随便你，无所谓。如果你不高兴，我可以走。不要在我面前出现就行。只是因为许岩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不要在我面前出现就行。
沈浩明竟真的从许岩的视线中消失了，不仅搬到了湖边的一辆房车中居住，而且此后许岩在住处再也看不到沈浩明的身影，就连去上课也没有看见他。原来之前许岩和沈浩明争执之后，许岩回到房间心情有些烦闷，这时手机突然响起，是姐姐打来的电话。许岩接起电话，告诉姐姐自己在这里过得很好，唯一不好的点就是遇见了沈浩明。乔林得知许岩和沈浩明之间的情况后，心里清楚许岩其实内心里还是有沈浩明的，他忍不住对许岩说起沈浩明为严一方和公司所做的帮助，称赞这是智慧的表现。乔林还说起二人感情危机之后，沈浩明从未对其他人表现出过兴趣，一直都在努力想要挽回和许岩的这段感情。然而许岩却觉得他们之间总是夹杂着利益的纠葛，这让他十分苦恼，始终不明白沈浩明到底想要什么。在一片困惑之中，许岩挂断了电话。与此同时，乔林正全身心地处理着公司的各项业务。林涛匆匆赶来，一脸焦急地说公司账户上已经没钱了，还差100万。乔林说起工厂那边着急出货，只能先挪用一部分钱去应急。林涛说完情况后便不再多言。就在这时，于一鸣前来找乔林，林涛见状便让乔林先去吃饭，自己留下来处理这些事情。那你来了我就不加班了呗。走了啊。哎，好，帮我把电脑关一下吧，谢谢。好。然而林涛之后那转变的眼神，让人隐隐感觉到他似乎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打算，仿佛即将走上一条黑化的道路。另一边，许岩发现隔壁房间的沈浩明已经退房，住进了一对甜蜜的小情侣。去上课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沈浩明的身影，心思早已不在染布上的许岩，不知不觉来到了第一次遇见沈浩明的风筝店。他站在店里，目光被那些五彩斑斓的风筝吸引，便向老板问起龙蛇兰风筝的事情。从老板口中，他得知那个定制龙蛇兰风筝的人果然就是沈浩明。老板还告诉他，这古北镇上面的各种设施都有金达集团的参与，而且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沈浩明也来这里学会了制作风筝，之后便前去学习草木染了。此时的许岩才恍然大悟，原来沈浩明真的没有欺骗自己，二人之间的相遇真的是巧合。这个我要啊，不过我还想定制一个龙舌兰的风筝。然而此时的沈浩明却独自住在湖边的房车里。自从许岩说出不想见到他后，他只能选择离开，默默地躲着许岩。他向陈琳倾诉自己真正来到古北镇的原因，原来是因为得知许岩要开设草木染系列，自己这次前来就是为了深入了解这个事情。之前许岩因为巴莱金的事情生气，他只能默默地去做这些准备。说着说着，沈浩明突然想起了主任要选择话剧角色的事情，于是立刻起身前往。另一边晚上，许岩回到住处，意外听到小情侣兴奋地谈论着有话剧排练，可以去看看。这引起了许岩的兴趣，他决定也去凑个热闹。当许岩来到话剧排练现场后，竟然意外地发现舞台上的演员中竟然有沈浩明。而此时的沈浩明也发现了台下的许岩，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立刻撒腿就跑。许岩则不紧不慢地骑着小电驴跟在沈浩明的身后。你躲着我干什么？我没有。我会吃到你吗？我困了。困了还是心虚？此时的许岩还以为沈浩明要搞花样，然而沈浩明真诚地告诉许岩，自己是真心想要学习草木染，就是为了之后能够和许岩有更多共同的话题，希望许岩不要认为自己在演戏。不用刻意躲着我还可以当你的同学吗？别迟到就行。从那之后，二人又一次成为了同学。他们不仅一起骑着小电驴在古镇里游玩，还一起参观更多的染布技术，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在不知不觉中拉近。然而就在他们参观的时候，一幅精美的布料图片出现在众人面前，大家都被那绚丽的色彩和细腻的纹理所吸引，纷纷询问制作这块布料的师傅。可得到的消息却让人有些失望，原来制作这个布料的古北镇师傅3年前就不做蜡染了。就在大家都感到惋惜的时候，沈浩明突然想起自己认识这位师傅。这个出大师我倒是认识。你认识？秋子老师，能不能给我一个联系方式？我想要问一下这个图案的授权。这恐怕要让你失望了，他3年前就不做蜡染了。这个出大师我倒是认识。沈浩明带着许岩来到蜡染出师傅的宅院前，出师傅热情地将二人迎进屋内，出师傅亲自泡上茶招待二人。我们在染布坊的展厅里看到了您的蜡染作品，实在是太惊喜了。然而当许岩提及希望将出师傅的作品推向市场时，出师傅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他愤怒地说道，自己早已不再做蜡染，那些作品宁愿烂在家里，也绝不愿被拿到外面去售卖。说着，他竟将二人面前杯子里的茶水一股脑倒掉。沈浩明和许岩无奈只能暂时起身离开。走出宅院，许岩心情低落，他自责可能是自己的话太冒犯了，但院子中的蓝色染布
又让他觉得出师傅并非真的讨厌染布，背后定有隐情。此刻的许岩满心苦闷，身边无人能真正理解他的感受，他只能独自一人消化掉这些情绪。这满心疑惑，许岩和沈浩明找到了镇上的百事通，从他口中，二人得知了出师傅的婚姻过往。曾经出师傅和出师娘在苗族村寨一见钟情，那是一场浪漫而美好的邂逅。之后二人来到这里，一个负责画布，一个负责染布，配合默契，生活虽不富裕却也温馨。但好景不长，随着时代的发展，出师傅坚守传统，不愿接受新的技艺和理念，而出师娘则觉得出师傅固步自封，挣不到钱没出息，矛盾逐渐积累，终于二人分道扬镳。许岩这才恍然大悟，出师傅不肯再做蜡染，或许是因为那段失败的婚姻，让他失去了继续创作的动力。那蓝色的染布里藏着他对过去的眷恋与伤痛。另一边，公司里的乔林因贷款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最终还是病倒了，感冒咳嗽不断。林涛看着生病的乔林，打算叫于一鸣过来帮忙，乔林却觉得这只是小事，不用麻烦别人。随后林涛为了缓解资金压力，按照严一方的规模，贷款或许能缓解公司的危机。说着这些后，他拿出体温计给乔林量体温，发现他发烧后，立刻拉着他去开药，然后送他回家休息。做完这一切之后，林涛返回公司帮乔林取手机。就在这时，于一鸣的电话打了过来，林涛将之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于一鸣，二人约定在乔林家楼下见面。于一鸣赶到后接过手机，向林涛表示感谢，便匆匆上楼照顾乔林。而林涛站在楼下，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情，让人隐隐觉得他即将走上一条黑化的道路。第二天，许岩和沈浩明再次来到出师傅的门前，他们诚恳地向出师傅讲述着接受新事物的重要性，只有不断交流和创新，作品才能充满活力，才能走得更远。然而出师傅依旧固执地摇头，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愿做出改变。就在出师傅准备转身回屋时，许岩鼓起勇气说道：所以你根本不是抗拒蜡染，而是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如果像您所说的不再蜡染了，那后院的板蓝做什么用呢？不再做蜡染，或许是因为没有了出师娘来配合染色，那段感情成了他心中的结。出师傅的身体微微一震，但还是关上了门。走出出师傅的家，许岩和沈浩明漫步在古镇的街头，他们谈论着出师傅，都觉得他不是染不出那种独特的蓝色，而是曾经陪伴在他身边的人已经离去，那份孤独和失落让他失去了创作的热情。出师傅之前是因为非常想要控制自己的生活才导致这样。那所以呢？你的控制欲治好了吗？治疗当中。二人继续在古镇中漫步，沈浩明缓缓开口，说起自己初次来到这里是带着沈浩辰来放松心情。那些年他忙于事业，错过了沈浩辰的成长，心中满是愧疚。但也是在这个古镇，他们的感情越来越好，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成了他心中珍贵的回忆。说着，他们来到河边，开心的一起打水漂，水花在阳光下闪烁，他们的感情也似乎回到了从前。当初师傅的故事与许岩、沈浩明的情感轨迹惊人相似，许岩决心助力出师傅与出师娘重拾往日温情，为此他特意前往出师娘经营的小货摊，以学习染布技艺为契机，巧妙邀请出师娘共度一段时光。在交流中，许岩巧妙地将话题引向在艺术展厅中出师傅的杰出作品，并透露出出师傅目前生活困顿，不愿与人交流的现状。出师娘在交谈中意外发现许岩竟知晓他们夫妻间的过往，心中不禁泛起涟漪。我今天之所以来找您，就是想告诉您，出大师其实没有放弃蜡染技术，他所谓的找不到生活的那一抹蓝，说白了，其实就是跟您行了。出师娘误以为许岩是出师傅派来的说客，心中顿生不悦，未等许岩进一步解释，便气冲冲地转身离去，不慎将头上的银发簪遗落在了地上。这枚发簪承载着他们往昔的深情与回忆，此刻却静静地躺在地上，仿佛在诉说着一段未了的情缘。与此同时，沈浩明打来电话，带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他在蜡染展厅偶遇了出师傅。出师傅不仅现身展厅，还办理了年卡，且全程戴着口罩，似乎在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当沈浩明试图上前相认时，出师傅只是匆匆摆手，便消失在了人群中。这一系列举动让沈浩明和许岩意识到，出师傅或许正在默默做出改变，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挽回与出师娘的感情。这种默默的努力与沈浩明自身曾经的经历不谋而合，让他更加坚信出师傅的真心。就在此时，细心的百事通发现了许岩身旁的银发簪，正是出师傅昔日赠与出师娘的定情之物。是结婚时老出送他的，戴几十年了。这一发现让许岩和沈浩明看到了缓和出师傅与出师娘关系的契机，他们决定携手为这对曾经的恋人创造一次重逢的机会。沈浩明带着发簪找到出师傅，谎称是出师娘托他带来的，并告知出师傅，出师娘正在山顶的咖啡店等待他。出师傅心中虽有疑虑，
但终究还是抵不过对出师娘的思念，决定前往一试。另一边，许岩也找到了出师娘，告诉她发簪丢失后被出师傅捡到，现在出师傅正在山顶咖啡店等他。出师娘听后怒气冲冲的前往，心中却也藏着一份难以言说的期待。然而当两人在山顶咖啡店重逢时，本以为会是一场温馨的重逢，却意外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终不欢而散，在许岩和沈浩明面前分道扬镳。沈浩明见状急忙追上出师傅，坦诚自己虽然欺骗了他，但出发点是为了给他们创造和解的机会。他分享了自己曾经因面子问题而失去心爱之人的遗憾，强调无论尝试多少次，追回心爱的人都是值得的。他还提到出师娘多年未再婚，且一直佩戴着出师傅送的发簪，这足以证明他们之间的感情依旧深厚。另一边，许岩也拦住了出师娘的去路，他耐心地解释出师傅想要复合的真正原因，并非贪图出师娘的染布技艺，而是因为出师傅在失去出师娘后，创作灵感也随之枯竭。他强调他们之间的感情纯粹而真挚，与沈浩明和自己的感情一样，都是基于深厚的爱意与相互的理解。许岩还拿出了出师傅学习新展品的视频，证明出师傅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希望以更好的姿态回到出师娘身边。出师娘在许岩的劝说下，心中的坚冰逐渐融化。她回想起与出师傅共度的点点滴滴，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为了他们感情中最宝贵的财富。她意识到，尽管时间流转，世事变迁，但他们之间的感情依旧如初，那份纯粹与真挚从未改变。我不信，他连当面承认都不敢，靠别人来说算什么？谁说我不敢？再帮我染一次吧。我要的是那个染骨的人。最终在许岩和沈浩明的精心撮合下，出师傅与出师娘终于放下了心中的芥蒂，重新走到了一起。他们的重逢不仅是对过去的一种弥补，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他们明白，真正的爱情需要经历风雨的洗礼，才能更加坚韧与珍贵。而这次的重逢，正是他们爱情故事中最美好的篇章。如果你再次问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会跟你说，我是那个发现我自己还是爱着你的人。沈浩明借着话剧表演的独特氛围，将内心深处对许岩的深情缓缓道出，每一个字都承载着他深沉而炽热的情感。话剧落幕，两人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悸动，不顾一切地冲向对方。在柔和的月色下，他们的唇瓣轻轻相触，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之静止，只留下两颗心在热烈的碰撞与交融。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方磊正与韩卫平家中喝酒，醉意渐浓的方磊开始不自觉地回忆起自己的留学生活，韩卫平则表面装作倾听，实则暗藏心机，一步步引导方磊吐露更多关于沈浩明与他姐姐的过往。得知沈浩明曾与方磊的姐姐有过一段感情，甚至姐姐还意外怀孕的消息后，韩卫平的眼中闪过一丝算计的光芒。可以了，孩子是谁的？韩卫平带着这份珍贵的信息，找到了他的干爹金达集团的曲总。曲总身旁站着的是屡次对许岩使绊的史蒂夫。面对韩卫平的汇报，曲总并未多言，只是冷冷地挥出一棍，打在了韩卫平的手上，惩罚他这么久还没有得到有关的信息。无奈韩卫平为了获取更多情报，忍痛继续从方磊那里下手。而此时的方磊似乎已对这位一直照顾他的男人产生了情愫，不仅对他关怀备至，还主动说起之后为他挑选西装。然而当韩卫平提及许岩与沈浩明复合的消息时，沈浩明和许岩复合，咱不会再离婚了。方磊的心瞬间沉入了谷底，他终于意识到沈浩明的心中从未有过他的位置，是时候放下这段无望的感情了。韩卫平趁机追问方磊姐姐怀孕的细节，但方磊却不愿再提及那段痛苦的回忆，只是淡淡的说自己当时喝多了。演艺方面一场突如其来的资金危机打破了原有的平静，林涛焦急的四处奔波，却始终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最终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老家的金融机构。然而乔林在匆忙中未仔细审阅合同，便草率地盖上了公司的印章，这也为日后的麻烦埋下了伏笔。而另一边，沈浩明则沉浸在与许岩复合的喜悦中，同时他还成功与巴莱金先生达成了合作，事业可谓双喜临门。回到公司后，他兴奋地向父亲汇报了自己打算拿下一块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地块的计划，并表达了自己对开发该地块的信心与决心。这段时间的出色表现赢得了父亲的认可与赞赏。父亲决定在下周的董事会上正式宣布沈浩明进入董事会，这无疑是对他能力与努力的最高肯定。同时，父亲也语重心长地告诫沈浩明，未来无论在事业还是感情上，都要以诚信为本。伪造感情的美好经历或许能暂时掩盖真相，但终究无法长久。沈浩明深知父亲话中的深意，他联想到自己与许岩之间的感情，正是因为坦诚相待，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也明白，未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守诚信的原则，与许岩携手共创美好未来。你们和好，我和妈妈在这。最重要的是，浩辰一定会非常的高兴。是的。
蒋亮得知许妍与沈浩明复合的消息后，心中虽有失落，但更多的是对许妍的祝福。他找到许妍，表达了自己愿意成为她坚实后盾的意愿，就像乔玲一样，成为她永远的娘家人。许妍被蒋亮的真诚所打动，她深知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也珍惜与蒋亮之间的这份深厚情谊。回到家中，许妍与沈浩明、沈浩辰围坐在一起，享受着难得的温馨时光。她发现沈浩辰的心理状态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再是那个孤独封闭的男孩，而是变得开朗自信起来，这让她感到无比欣慰，也更加坚信他们之间的生活将会越来越美好。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挑战的世界里，许妍与沈浩明携手并肩，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让爱与诚信成为他们最坚实的后盾。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沈浩辰的身世秘密终于曝光，沈浩辰竟是沈浩明的儿子。这一惊人消息将整个金达集团以及沈浩明卷入了混乱的风暴中心。我就是想知道网上那些人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你说呀！而这场风波的源头还得追溯到那个一直对沈浩明心怀敌意的曲总。曲总身为沈父多年得力帮手，看着沈浩明长大的人，突然主动找上门来。沈浩明深知曲总此行目的不纯，但出于礼节和表面的和谐，还是特意安排人泡上了曲总最爱喝的大红袍来招待他。两人坐在会议室里，表面上客客气气，实则暗流涌动，彼此都心怀鬼胎，却又都默契的没有点破对方的意图。曲总在离开沈浩明的办公室后，坐在车里开始盘算起股份的事情。经过一番分析，他发现目前自己在股份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在他心中成型。他打算让韩卫平去深挖沈浩明孩子的事情，一旦这个秘密被曝光，他就可以利用舆论的压力，在后续的股份争斗中轻松占据上风。韩卫平接到曲总的指令后，开始四处寻找突破口。这时他得知陈琳正为女朋友生日的事情而苦恼，韩卫平眼珠一转，觉得这是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他主动找到陈琳，表示自己愿意在女朋友生日那天帮忙送沈浩明回家。陈琳正为如何安排沈浩明的行程而发愁，听韩卫平这么一说，便欣然答应了。到了晚上，韩卫平如愿以偿地送沈浩明回家。将沈浩明送上楼后，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离开，而是悄悄地脱下鞋子，蹑手蹑脚地在房间里开始寻找有关沈浩辰的消息。经过一番仔细的搜寻，他终于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发现了藏着秘密的保险箱。然而当他尝试用沈浩明的生日和车牌号作为密码时，却都以失败告终。就在韩卫平感到有些沮丧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许妍。他想起沈浩明和许妍结婚的日子是2023年9月20号，心中一动，便试着输入了这个日期。没想到保险箱咔嗒一声，竟然成功打开了。第二天，各大新闻网站和媒体纷纷开始报道金达集团的事情，他们大肆宣扬金达集团内部高管未婚生子的丑闻。一时间，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股东们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要求沈父和沈浩明前来召开股东大会，要他们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此时的沈浩明也发现了保险柜里的亲子鉴定报告不见了，他心急如焚，立刻安排管家将沈浩辰接回家，生怕孩子受到任何伤害。同时，他让陈琳想办法将媒体上所有的新闻全都撤下来，强调这涉及到孩子的身心安全，必须尽快处理。然而流言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入了沈浩辰的耳朵里。在学校里，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学开始对沈浩辰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沈浩辰，你今天有名了，成大明星了。啊？什么意思啊？你哥其实是你爸这件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你们再胡说八道，这不就打死你！别打了！老师虽然及时出面阻止了同学们的不当行为，但沈浩辰的心里还是留下了深深的芥蒂。在跟着管家回去的路上，沈浩辰拿出手机，看到了网上那些关于自己的流言蜚语。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的眼神中充满了迷茫和痛苦。真相暴露后，金达集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股票开始一路下跌。曲总看到这个局面，心中暗自得意，他也开始准备收购更多的股份，企图进一步掌控金达集团。董事会上气氛紧张的如同即将爆炸的火药桶。曲总率先发难，说起目前外界传出的风波，言辞犀利地指责沈浩明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众人也纷纷附和，一直强调股票跌落的事情，要求必须立刻做出回应，否则公司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后果。就在众人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沈浩辰突然出现在了会议室门口。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我们在开会，你先出去吧。你回答我，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沈浩明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他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先将沈浩辰抱出去。面对沈浩辰的质问，沈浩明却无言以对，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孩子解释这一切，他只能让陈琳先送沈浩辰回家，承诺之后再向他解释清楚。然而等到沈浩明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却发现沈父再也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了。面对这么多人的谴责，沈父的脑袋一片空白，身体也开始摇摇欲坠。沈浩明赶紧上前扶住父亲，在众人的注视下缓缓离开了会议室。大家拭目以待吧，看看这位老大哥能拖到什么时候。目前市面上有好几家公司都在大批量收购金达的股票，最多的是思拓建筑。收购了多少？
3.7%，还在不断增长。沈浩辰身世曝光，给金达集团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公司股票价格下跌。曲总瞅准这个绝佳时机，开始大批收购金达集团的股票，妄图进一步掌控公司的命脉。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轻易放过这个已经陷入困境的家庭。就在曲总大肆收购股票的同时，沈浩辰竟私自跑下车，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这个年幼的孩子，在突如其来的舆论风暴下，内心充满了恐惧与迷茫。他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逃避眼前的混乱。独自坐在路边的沈浩辰，眼神中满是无助与彷徨。这时，韩卫平意外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韩卫平深知沈浩辰此刻最渴望的是什么，他巧妙地利用了孩子对母亲身份的好奇，声称自己能够带着他去见到亲生母亲。那你想不想知道你妈妈是谁？想。那我带你去见她。年幼的沈浩辰哪能抵挡得住这样的诱惑，于是便跟着韩卫平上了车。车子一路驶向一个偏僻的地方，最终停在了一座破旧的建筑前。韩卫平让沈浩辰暂时待在阴森的建筑中，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等会儿会把他的妈妈接来这里。单纯的沈浩辰信以为真，乖乖地留在了那里，却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陷入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之中。另一边，沈浩明在得知沈浩辰失踪的消息后，心急如焚。就在这时，他接到了韩卫平发来的照片，照片中显示沈浩辰就在永祥大厦。沈浩明立刻通知警方前往救援，同时打电话让许岩跟着自己一起去接沈浩辰。当他们匆匆赶到永祥大厦时，终于发现了背后搞鬼的人正是韩卫平。沈浩明怒不可遏，立刻追上去拦住了韩卫平，将他狠狠打倒在地，并厉声质问他沈浩辰的下落。得知消息后，他立刻通知许岩前去。在众人的努力下，终于将沈浩辰从那座破旧的建筑中接了出来。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刚走出大厦，外面竟然全是记者，他们纷纷围上来问起有关沈浩辰的事情，场面瞬间变得混乱不堪。沈浩辰本就脆弱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他突然挣脱了沈浩明的怀抱。看来沈浩辰也很想知道真相，能不能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为了尽快解决这场混乱，保护孩子不再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许岩大声说道自己就是沈浩辰的妈妈，并恳请记者们不要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在许岩的恳求下，众人终于渐渐散去，他们也得以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第二天回到家中，沈浩辰仿佛变了一个人，他静静地坐在房间里，面对端上来的饭菜一动不动，一个人默默地坐着，话也不说。他的眼神空洞而迷茫，众人才意识到这次身世曝光的事情对沈浩辰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与此同时，沈父这边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曲总凭借这次身世风波引发的危机，成功收购了16%的股份，在金达集团的势力进一步扩大。沈父和沈浩明这才如梦初醒，明白了金达内部的鬼和出卖沈浩辰身世的人就是曲总。此时的曲总也不再伪装，他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就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他诉说着自己多年来在公司被排挤的委屈，这次终于有机会坐上头部的位子。既然已经鱼死网破，他也不再在乎什么情面和规矩。哎，大侄子，韩卫平是你的律师吧？他是我的干儿子。然而就在曲总得意忘形的离开时，沈父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晕倒在了地上。众人惊慌失措，赶紧将他送往医院进行急救。经过一番紧张的抢救，医生告知众人，沈父脑部出血，虽然目前病情已经稳定下来，但暂时还在昏迷之中。他们才明白一切似乎已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另一边，许岩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沈浩辰面对他的各种劝说，就像一块木头，毫无反应，听不进去任何话。许岩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留在房间内默默地陪着他，希望能用自己的温暖和关爱慢慢融化孩子心中的坚冰。就在这时，乔林来到了这里，他告诉许岩，于一鸣已经去医院照顾沈父了，自己这次前来是希望许岩在照顾别人的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公司的事情他会处理好。然而看着林涛不易察觉的表情，隐隐感觉到严一方内部似乎也有一场危机正在悄然酝酿。许我耀眼大结局终于来了，谁也没料到林涛自始至终的念头竟从未有过丝毫动摇。我想在你从始至终都没变过，和于一鸣分手，跟我回老家结婚。这一真相的突然揭露，瞬间让乔林清醒过来，他这才惊觉原来长久以来与林涛相处的每一刻都不过是他精心编织的谎言。以严一方现在的运营情况，根本达不到银行的放贷标准，还不是因为看了我那张报表才瞒天过海。愤怒与失望交织之下，乔林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他打算揭发林涛做假账的恶行。然而林涛却在此刻抛出了许岩作为挡箭牌，
还狡猾地指出公司文件上的印章是乔林亲手盖下的。他给乔林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他在1个星期内与于一鸣分手。就在这一连串的风波中，严一方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仿佛风雨中的小船，随时可能被巨浪吞噬。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沈家也遭遇了重大变故，沈父突然心跳停止，生命危在旦夕。医生们迅速展开抢救，经过一番紧张而有序的操作，终于将沈父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各项生命指标也逐渐恢复到了正常水平。得知消息后，许岩立刻赶到医院，承担起照顾沈父沈母的重任。他温柔地劝解沈母不要过度担忧，同时承诺会照顾好沈浩辰，让沈母安心。这样好不好？您回去陪陪晨晨，我留下来，好吗？好。在楼梯间，许岩找到了情绪崩溃的沈浩明。这位平日里坚强的男人，此刻却显得如此脆弱。面对接踵而至的打击，即便是他也感到难以承受。许岩轻轻地将他拥入怀中，希望用自己的温暖给予他片刻的安宁。沈浩明声音颤抖地诉说着，这么多年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父亲总是能稳如泰山地解决一切。但这次，当他亲眼看到父亲心脏骤停的那一刻，他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慌张。他害怕这座一直为他遮风挡雨的大山会突然倒下。许岩默默地听着，虽然无法为他分担所有的痛苦，但他愿意成为他坚实的依靠。之后，沈母决定回家照顾沈浩辰。他看着房间里沉默寡言的儿子，心中充满了忧虑。在他的耐心劝导下，沈浩辰终于同意和他一起出去散心。然而，就在他们走出家门不久，意外地发现有人在暗中偷拍。这一幕再次触动了沈浩辰敏感的神经。不许拍我！收起来！他情绪激动地跑回了家中。当沈浩明赶回家时，发现沈浩辰已经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之前的哭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心中一紧，意识到情况不妙，于是果断地撞开了门。只见沈浩辰昏倒在房间中，脸色苍白如纸。他立刻联系了医生，经过一番紧急处理，医生告诉他们，沈浩辰是因为长时间进食过少导致的低血糖而晕倒，而且已经出现了轻微的自闭症状，必须及时接受治疗。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许岩等人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先带着沈浩辰回到乡下的姥姥家休养，而沈母则留在医院继续照顾沈父。当沈浩辰来到姥姥家时，姥姥看着这个状态不佳的孩子，心中充满了怜爱。她拉着沈浩辰的手，一起走进家中，为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然而沈浩辰却依然像之前一样，只是吃了很少的一点。饭后，许岩向姥姥讲述了沈浩辰最近所遭受的打击，希望在乡下的宁静环境中，他能够逐渐恢复过来。姥姥听后默默地点了点头，心中已经有了打算。其实除了血缘关系，人与人之间，其实更重要的是真情换真情。第二天清晨，姥姥看着依然食欲不振的沈浩辰，突然提出了一个建议，让他去掰玉米。他还特意让沈浩明也跟着一起去，说是要让他体验一下劳动的乐趣。为了激发沈浩辰的积极性，姥姥还使出了激将法，说他在自己这里白吃白住，必须要干活才能弥补。在众人的鼓励下，沈浩辰终于背上了背篓，踏上了前往玉米地的路途。除了干不动的老人，还有不能干的奶娃子。哎，他们可以不干活，别的人不能闲着，就得下地干活。哎，你说住我的房子，吃我的饭菜，哪有不干活的道理呀？乡下的姥姥果然有着一套独到的照顾孩子的方法。面对沉默寡言的沈浩辰，姥姥没有选择一味的迁就或强迫，而是巧妙地让他参与到农活中来。特别是掰玉米这一项既耗体力又需技巧的任务，姥姥心里明白，让孩子亲身体验劳动的艰辛，不仅能让他明白食物的来之不易，还能在无形中拉近他与沈浩明之间的距离。沈浩辰在沈浩明的陪伴，两人一起掰玉米、剥玉米粒，甚至还参与了抓鸡等乡村活动。这些看似简单的农活，却让沈浩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乐趣和成就感。干完活后，他更是胃口大开，大快朵颐起来。看着沈浩辰吃饭时那满足的样子，众人的心中也渐渐平息了之前的忧虑和不安，对姥姥的智慧和爱心充满了敬佩。然而另一边的乔林却陷入了困境，被林涛逼得走投无路的他，只能选择暂时避开于一鸣。但身为邻居的他们，又怎么可能完全不见面呢？晚上，当乔林再次试图避开于一鸣时，却被他拦住了去路。我知道你最近忙，但你微信就回2个字，电话打还不到1分钟。我说去公司接你，你也不同意。你这到底怎么了？于一鸣看出了乔林的不对劲，追问他为何一直躲着自己。乔林只是淡淡的说自己要回公司，不想多谈其他事情。然而在下台阶的时候，他不小心崴伤了脚，这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两人不得不前往医院。治疗完毕后，当两人准备离开医院时，却意外的遇见了前来的林涛。林涛对乔林表现出了极度的关心，甚至有些过分热情。就在于一鸣试图拦住他的时候，你没告诉他呀？乔林现在是我女朋友，你不信？不信你自己问。
而乔林则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复杂局面。最终，乔林还是选择了一个人崴着脚前去拿药。在药房前，于一鸣再也忍不住追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乔林沉默片刻后，终于说出了自己和林涛再次复合的消息。他还提到自己和于一鸣之间差距太大，无法走到一起，甚至将于一鸣送给他的钻戒还给了他。这一刻，两人的关系似乎彻底走到了尽头。第二天，乔林为了彻底避开于一鸣，甚至选择了搬家。于一鸣看着乔林离去的背影，心中充满了不解和痛苦。他无论如何询问，乔林都不愿意说出实情。于一鸣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对乔林是真心的，但乔林却义无反顾地上了车。与此同时，许岩在门外意外地看见了前来的父母。原来父母得知了许岩带人回家的事情，特意赶来想要看看他。但许岩考虑到目前沈浩辰的状态不佳，便劝父母以后再来。父母虽然有些失望，但还是将带来的东西留下了，并拿出了许岩之前留下的银行卡，告诉他里面的钱没有使用，自己的肿瘤也是良性的，说起一家人之间应该相互扶持，共度难关。谢谢。都是一家人，谢啥呀？走了啊。另一边干完农活的沈浩辰竟然主动让沈浩明帮他拿衣服。你不是说要给我拿衣服吗？这一细微的变化让沈浩明心中一喜，他意识到这段时间的努力和陪伴真的帮助沈浩辰走出了阴霾。晚上的许岩和沈浩明坐在院子里，享受着难得的宁静时光。他们看着目前沈父的情况稳定下来，沈浩辰也逐渐开口说话了，这一切都似乎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许岩感慨地说起自己从小就能感受到姥姥是一个很会照顾别人的人。许岩继续说道，姥姥的照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是精神上的慰藉。她总是能耐心地倾听孩子们的心声，给予他们最需要的鼓励和支持。我觉得只要有我姥姥在的地方，我就觉得很安心。姥姥是你心里的定海神针，而你是我心里的定海神针。爸爸不是我爸爸，妈妈不是我妈妈，哥哥不是我哥哥，我也不是我自己。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虽然沈浩辰终于开口说话，可碍于复杂的身份关系，他面对沈浩明时一时竟不知该从何说起。那欲言又止的神情，两人之间的气氛略显尴尬。就在这时，许岩找到了沈浩辰，他温柔地看着沈浩辰，轻声说道：尽管他们之间有着特殊的身份，但一家人对他深深的爱意永远不会改变。无论沈浩辰是否选择原谅大家，家人都会一如既往地爱着他。许岩的话如同一股暖流，缓缓流进沈浩辰的心田，让他那原本紧闭的心门有了一丝松动。随后二人一同去吃饭，温暖的氛围在他们之间悄然弥漫。然而到了晚上，沈浩辰突然感觉肚子饿了，他打开冰箱，发现里面全是蔬菜，没有他此刻想吃的东西。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门询问路人小卖部的位置，然后按照路人指点的路线一路前行。终于他找到了小卖部，买到了心心念念的薯片。可当他满心欢喜的准备回家时，却突然发现自己忘记了回家的路，焦急的情绪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他站在原地，眼神中满是慌乱与无助。就在这时，沈浩明终于赶来了。看到迷路的沈浩辰，他心中一阵心疼。他快步走到沈浩辰身边，大半夜的，招呼都不打，走出来干嘛呢？为什么不跟我说？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随后他注意到沈浩辰的鞋子坏了，于是毫不犹豫地蹲下身子，示意沈浩辰趴到他的背上，准备背着他回家。沈浩辰微微一怔，眼中闪过一丝感动，缓缓趴在了沈浩明的背上。这一刻，二人之间的隔阂仿佛被一阵春风轻轻吹散，关系开始悄然缓解。第二天，许岩看着沈浩辰的情况有了明显好转，便提出三人准备返回荆州，毕竟那边还有许多事务等着沈浩明去处理。以后啊，不管你遇到什么难事、不开心的事，随时可以回姥姥家，姥姥随时候着你。回到公司后，许岩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他从乔林那里得知了严一方近期发生的种种事情，心中不禁涌起一阵忧虑。乔林还告诉他，林涛竟然用严一方贷款的事情来逼迫自己复合，这让许岩更加气愤。就在这时，乔林拿出了与林涛后续交谈中的录音，这份录音至少证明了大家对这件事情并不知情，没有参与其中。许岩仔细听着录音，眉头却越皱越紧。他突然想到，目前严一方的利润率根本无法达到贷款的要求，银行不可能看不出来，而且骗贷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即便信托专员小冯是林涛的好朋友，也不可能冒险去做这种事情。更何况银行在审批贷款时十分谨慎，这其中必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一个疑问在许岩的心中悄然升起，他决定要查个清楚。第二天，乔林按照许岩的安排找到了于一鸣，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于一鸣听后，心中的担忧终于放下，他紧紧握住乔林的手，眼中满是信任。随后，乔林被许岩安排去外地进行线下店的布置，实际上他的任务是找到小冯，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几天之后，林涛原本精心策划在
在饭店里面求婚，他满心期待着能有一个浪漫而完美的时刻。然而意外却突然降临，他竟然看见了乔林和于一鸣二人的到来，两人亲密无间。更让他震惊的是，他们还提起了贷款的事情。原来贷款的事情都是真实的，是林涛故意装作欺骗乔林，想让他陷入恐惧之中。如今事情真相大白，众人看着林涛，眼神中充满了失望与愤怒，纷纷希望他能离开这里。之后，乔林和于一鸣回到家中，仿佛回到了曾经的甜蜜时光，两人紧紧相拥，深情拥吻，所有的误会与隔阂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被公司停职的沈浩明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他拉着兄弟们毅然决然地开始筹备新公司。他们满怀信心，期待着能在这个充满挑战的领域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可就在他们干劲十足的时候，原本承诺资助的黄总却突然终止了合作。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如同晴天霹雳，让沈浩明瞬间意识到背后必定有曲总的干扰。沈浩明看着眼前陷入困境的项目，心中虽然清楚这次竞标困难重重，但他决定这次一定要行动，哪怕前方荆棘丛生，他也要让所有人知道他沈浩明回来了。他要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实力和决心。虚我耀眼大结局终于来了。原本所有人都以为沈浩明在这次竞标中不过是个陪跑的角色，可就在竞标现场气氛紧张到极点时，黄总突然在众人面前开口：抱歉，打断一下流程，我个人实名检举金达董事长许明成主导策划了这场彻头彻尾的围标行动。原来这一切都是沈浩明和黄总精心策划的局，他们故意营造出沈浩明竞标无望的假象，实则是为了麻痹曲总，让他放松警惕。这一场竞标不得不暂时停止，而他们的计划也在暗中稳步推进，目的就是彻底扳倒曲总。与此同时，医院里沈父其实早已苏醒，可为了防止曲总再次将恶毒的目光投向他们，让曲总误以为他们已经无力反抗，从而放松警惕，他们故意在众人面前展现出一种无助的状态。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较量，曲总这个大麻烦终于被解决掉了。沈浩明也如愿以偿地重新回到了公司，本以为从此可以风平浪静，开启新的篇章，可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轻易放过他。方磊突然出现在了沈浩明的家中，他手中拿着一份亲子鉴定报告，上面的数字如同冰冷的利刃，刺痛了沈浩明的心。对不起，晨晨，他不是你的孩子。鉴定结果显示，沈浩明和他一直以为的儿子沈浩辰之间仅有0.01%的生物学关系，他一直视沈浩辰为亲生骨肉，倾注了无数的爱与关怀。可如今这份鉴定报告却无情地打破了这一切，他的内心充满了苦闷与绝望，周围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理解他的痛苦，只能独自一人默默承受这份沉重的打击。原来方磊的姐姐早在知道自己怀孕之前就已经和沈浩明分手了，之后姐姐在一次醉酒后与一位画家有了交集，由于当时情况混乱，根本不清楚孩子究竟是画家的还是沈浩明的。后来画家消失了，方磊为了能让沈浩明继续陪伴在他们身边，便伪造了这份鉴定报告。此时的许妍也是无可奈何，她哭着说起刚刚才将沈浩辰的内心创伤治愈，让他逐渐走出过去的阴影。可如今又得知这样的消息，沈浩辰的内心肯定再次遭受重创。许妍坚决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沈浩辰，她深知这个孩子已经承受了太多，而沈浩明则默默地将这份鉴定报告撕毁。晨晨永远是我的儿子，我和妍妍是他父母，这个家就是晨晨的家。第二天，沈浩辰来到公司，他眼神坚定，仿佛已经从这场风波中走了出来。他表示这次自己依然计划拿下北外川项目，而且由于金达失去了竞争资格，正好可以利用自己的公司来助力拿下这个项目，并且他已经准备好了详细的方案。另一边，许妍也没有被生活的挫折打倒，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研一方的事业中。他不仅招揽了更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加入，各种项目计划都开展得十分顺利。线下实体店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开始逐渐向着线下布局。研一方的规模不断扩大，前景一片光明。沈浩明一家在经历了重重磨难后，依然坚强地面对生活，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耀眼天空。而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明白，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只要心中有希望，有勇气去面对，就一定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曙光。许我耀眼大结局将爱与梦想完美融合，许妍的研一方与沈浩明的金达公司强联手，共同瞄准了北外川的项目。这个项目意义非凡，研一方将深厚的传统文化精髓巧妙融入其中，以此提升整个项目的文化价值。当下非遗文化与手工传统正以蓬勃之势兴起，成为时代的新宠。而且这个项目并非一时的噱头，而是肩负着让传统文化在北外川这片土地上长久留存的使命。沈浩明果断提出，金达的资金将作为优先资金投入，这意味着在项目收益分配上，金达能够优先获得回报，而在风险承担方面，金达则排在最后。这一举措不仅展现了金达公司的实力与担当，
更为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在沈浩明和许岩的默契配合与精心运作下，他们的合作方案成功获得了金达公司高层的批准，为项目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竞标现场气氛紧张而热烈，沈浩明身着笔挺的西装，眼神中透露出自信与坚定。他凭借着对项目的深入理解，成功竞得北外川项目。我想说，今天是我们兴业公司里程碑式的一天，希望后续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谢谢你。回到公司后，沈浩明和沈父迎来了事业的又一高峰。他们不仅恢复了之前的职位，沈浩明更是因为在北外川项目中的卓越表现，成功进入了公司董事会。与此同时，家庭的温暖也在悄然蔓延。不久之后，姥姥终于来到了荆州的家中。当沈浩明、许岩和姥姥三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时，他们一边熟练地揉面擀皮包馅，一边分享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欢声笑语回荡在房间里。这一刻，人们深刻领悟到，家人相聚在一起的时光才是世间最珍贵的幸福。然而，当许岩满怀期待地希望姥姥留在荆州时，姥姥却微笑着摇了摇头。她轻声说道：“自己在老家住惯了，那里的花花草草、鸡鸭都等着她回去照料。”看到许岩如今生活得如此幸福美满，她也就放心了。为了留下这份美好的回忆，三人一起用拍立得拍下了照片。照片中，他们的笑容灿烂而温暖，仿佛定格了这世间最美好的瞬间。第二天，许岩的爸妈前来接姥姥回家。爸妈告诉许岩，他们已经关了理发店，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照顾姥姥。就在爸妈准备离开的那一刻，爸妈，你们随时来住，